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今天呢，开场的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少出镜的，这是我家的前院，后面这是我和邻居家的围栏，是一个 fence。我今天选择在这里开始的原因，是因为这棵柠檬树是邻居家的柠檬树，它结了非常多的果子，很漂亮。而我也第一次很直观的发现，原来除了花，植物的果实也是能够成为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那今天的内容，我主要是想介绍一下在冬季开花的植物。那我们开始吧。那我想，首先是从我旁边的这一棵茶花开始。而这一棵茶花其实已经过了它的花期了。这是 Debutant， 它是属于一个早花的品种。它的花朵是以非常多的花瓣层层叠叠著名的。它非常的皮实好养，从不打药，就普通的浇水，从来不施肥，它也能够长得很好。不过它有一个缺点，或者是说茶花类的一个通用的缺点吧，就是它们的花朵一旦淋雨就很容易会掉。因为我们在这里北加州冬天都是雨季，因此它在地上都是堆满了它掉下来的花苞。其实根据品种的不一样，茶花是分为早花品种以及晚花品种的。我觉得这一棵 Debutant 应该算是早花的品种，因为它在12月底就开始开放了，到现在已经开了1个月。相对来说，我在旁边有另外一棵是晚花的品种，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一棵呢，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茶花的品种，叫 Nickel Pearl。Nickel 是一家在南加的茶花的苗圃，他们是以自己培育的茶花品种而著名的。这一棵还没有开。我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对来说接受的日照比较少的，大概在夏天的时候大概只有2个小时左右，所以它还没有开。我昨天去了一家本地的苗圃，他们家的 Nickel Pearl 已经开始开了。不过相比 Debutant 这一款的茶花应该要晚1个月的花期，它算是一款晚花的品种。那待它开花的时候，我再带给大家看一下品种。其实如果你们家的茶花是单瓣的话，那它会开得更早。我家的一棵单瓣的茶花会在11月的时候就会开放，所以现在已经完全过了它的花期了。那在这一棵的旁边呢，是我的另外一棵耐阴的植物。那它其实不算是冬季开花的植物，它算是早春开花的植物，那就是马醉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棵马醉木是我去年买的，我其实还没有想好在哪里可以把它种下。我买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有非常漂亮的花叶，它的花穗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它这种花叶的植物相对来说，因为它的光合作用没有普通的绿叶的马醉木那么好，所以它的花也不是非常的多，花量也没有很多。不过还能够看得出来它即将开花了。它的花期应该是在3月份的时候，现在还早，但花苞已经显现。茶花和马醉木它们都是一个能够耐受半阴的品种，种在北向的阳台其实也是非常的适合。其实茶花真的是一款非常适合半阴地域的一个开花植物，它在冬季开花，完全可以弥补月季在这个季节没有花的这一个缺陷。而且它很好养护，很少虫害。就是如果你比较讲究一点的话，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刚刚出现花蕾的时候，给它施用一个酸性的肥料。然后再有一些花友它会疏雷，不过因为我也自己比较的懒，也比较佛系，我一般都没有这样做。可能会给它施一下肥，但忘记了就忘记了，就
施不施肥可能会影响它的花的大小或花量，但总体来说它是一定会有花的。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省心，很好养，就随便种在这里就可以了。那说完茶花，我们去内院看一下我另外一棵在冬季开花的植物瑞香。那在我旁边的这一棵呢，就是我想介绍的第二种冬季开花的植物，那就是瑞香。我很希望香气是能够透过屏幕传送给大家，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我只要一进入花园，在这一个区域工作，我不用靠近，我都能够闻到它的香气，真的很香很香。这一棵是我去年定植在这里的，在大约是3月份的时候种植在这里，现在已经是1年了。这个位置除了冬天能够有比较好的光照它其他季节等我旁边的柿子树叶长出来了以后，它的光照是非常的稀少的，每天可能就只有散射光吧。那在这样的低日照的环境下，它其实还开得挺好的，叶子也很健康。因此我非常的推荐，如果是在一个背阴的区域，你想种植一棵在冬季开花的植物，而且又有香气的，那瑞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款瑞香我一共有2棵，另一棵是种植在柿子树的树下。那在我旁边的另外一棵，这棵瑞香呢，是我今年才种下的，就刚种下去，可能1个月还不到。就这一棵跟刚才那一棵是同一个时间买的，它们的大小来的时候也都一样，也只有大概1加仑、1.5加仑的样子。但这棵明显冠幅要小一点，那是因为去年一整年呢，我都还是养在盆里。我养在盆里呢，我是想测试一下，在这一个柿子树的树冠完全覆盖的情况下，它是否能复花，能否开花。测试下来还是挺好的。不要看现在很亮很光亮，那是因为它的柿子树的树叶落下了。当它是有很多树叶的时候，那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光照的，非常暗。但在如此低日照的条件下，它还是能够开花。我觉得那还挺适合的。因此如果你有一些植物你不是很确定它的光照的属性，你不妨可以带着盆放在一个地方种植，大概是1年或者至少2个季度，这样看一下它的适应的情况怎么样，再行决定。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实用的方法吧。由于瑞香它实在是太优秀了，因此今年我也新入了一个品种，它是这样的1加仑小苗。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一棵瑞香它的茎边更加的明显。我看一下它的标签牌，它是一个新的品种，好像是一个杂交的品种。那这棵那么小的苗，我会暂时先养在盆里面，应该是会养过1个4季吧，我再考虑看什么地方把它种下去。那在瑞香的旁边呢，这里有一棵小小的是蟹爪兰，这一棵是我去年在 Lowe's 买的那种特价苗，我就直接把它丢在这个背阴的区域，我也没管，但没想到它居然也开花了，我也挺欣慰，也挺惊讶的。那么在说起冬天开花的植物，那少不得是有铁块子。这一棵铁块子是去年地栽的，它长势还 OK， 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其实铁块子它的耐阴性是因品种而异。我原来在这里还有另外一颗深红色的一颗铁块子，那个就不太行。在这里在夏天完全没有日照的时候，它几乎就不长新叶，因此今年我已经把它起出来了，然后准备盆栽。在铁块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老的叶子，譬如这一个叶子已经是快要枯萎了，你也可以把它先剪下来，这样的话它的花会更突出。当然你也可以不剪我剪的原因是因为它来到了这个小路上面，与其你走路的时候经常会蹭刮到，可能对它有所损伤，还不如把它剪除。那向内的那几片叶子我就会保留。然后在它们的旁边呢，还有一个是仙客来，也是冬天开花的植物。这2棵仙客来其实是我去年
做了一期节目，是一个盆栽主盆的里面的仙客来。那后来我是今年把它移出来了，因为那个同样的主盆里面有一些植物已经先去，所以我就把这2颗仙客来地栽在瑞香的旁边。其实我看过 BBC 的园艺世界，他们有很多时候在冬季的时候，仙客来是地栽的，它与其他的球根会一起成为早春的一道很好的风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冒芽的，这应该是我种在这里的球根，这个是一个风信子，它现在也快要冒芽出来了。期待它在早春时候的表现。那我刚才介绍的几款冬季开花的植物，它们其实都是适合背阴的环境。那现在介绍的这几款呢，就是适合在全阳下环境的冬季开花植物。那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颗呢是玛格丽特，我这个品种是Giant Pink 粉巨人。它在这一个盆里其实已经快2年了，今年在这个冬季这一季花它开的不是特别的好，我想可能是它的根系已经长满了原因，我是需要给它在这一季花过后要给它修剪的，因为这个粉巨人它是能够长得巨大的品种，我有另外一颗是在我的月季花圃那里地栽的。它能够长到1.2米乘1.2米，很大的一颗，因此我估计它是因为根系受限吧，因此今年的冬季它没有开得很好。那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品种，它们在这个时候都开得很漂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颗也是玛格丽特，品种名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它是刚开的是这种非常漂亮的鲜玫红色、深玫红色。然后它快开败了以后呢，会变浅，是形成这样的。这一颗呢，其实我在大概在秋天10月份的时候吧，应该不是，大概在今年的8、9月的时候，我给它做出一次重剪。它当时是剪到这个位置，是完全是剪秃了。在木质化的位置，我直接剪到木质化的部分。但是它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它已经完全回来了。也非常的健康，也很漂亮，因此呢，你也不用担心剪到木质化的部分，其实它还是能够发芽的，主要是关注它的水肥充足的话，它还是能够长回来，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很漂亮的品种。在它的前方的这一颗呢，也是玛格丽特，这是一个白色的品种。这一个就是因为它种植的盆很小，只是一个1加仑的陶盆，所以它整体的冠幅也没有很大，但花还是挺漂亮的，很可爱，清新可爱。我的另外一颗玛格丽特菊就是这一个深红色的品种，它现在花有一点开过了，有一点谢掉，但也有一些花苞还在准备开放。我应该会再等半个月吧，会把它修剪一下。这一颗呢是深红色的品种，黄色花蕊加这个深红色，还是非常的显眼，很漂亮。那在玛格丽特菊的旁边呢，是我新入的几款植物，包括是这一个深红色的石竹，这个石竹你可以看到它的红色跟玛格丽特它是相互呼应的。那在它的旁边这一个是非常可爱的名字，叫袋鼠爪子，它是那种毛茸茸的花，很可爱。那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花坛，我就说一下我对这个花坛它做了些哪些改造。首先是这个区域，在区域左边这一个是 Coco， 右边呢本来是一个马克虾架，但现在呢已经被我替换了，下架已经被我挖出来，我是换了一个品种。原因是下架在我这里它的表现并不是十分很好，加上它的颜色呢跟后面的完美时刻不是很搭。这个完美月季呢，它其实是那种双色的玫瑰，它是深橙红色和黄色的双色玫瑰。如果我们用宫斗剧来比喻我家的月季花园呢，
这一棵绝对是上一届的宫斗冠军皇太后本尊，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皮实，长得很好，很多花，花色也很漂亮。我已经完全帮它剃头了，原来它长得有快要2米乘2米的样子，很大的一个。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色彩的搭配并没有很好的想法，但经过这几年下来，我觉得还是这个是能够开非常漂亮的花。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棵，是一个主体的存在。那我就把它作为我这个花园设计的重点。就这边的花圃的配色都以这个月季为中心，因此我会选择跟它色系相同的这一种深红色，以及这种是橙黄色作为一个搭配。包括前面的这一颗玛格丽特菊也是这样的花色的搭配。再来呢是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去年在中间的话呢，我是种植了一个银叶菊，然后还有一些地被植物，加上旁边的是蓝盆花，它其实去年开花的效果还是挺漂亮的。蓝盆花的浅紫色加上银叶菊的银白色和 Coco Loco 的淡粉色，整体很和谐，很温柔。但是呢，从一个温柔到一个很鲜艳的完美时刻的月季，中间的切换好像又有点突兀。加上蓝盆花它本来其实还挺低矮的，没有办法遮盖月季的脚部，因此呢，我就今年把它改了，换了现在的这种物，这是南非的吊钟花，它在非花季的时候呢，大概是2尺左右高，开花以后它是竖线型的一个花型。我其实还不是很确定它的样子，但我想象它应该还 OK。它的颜色也是选择这种橙红与橙黄色的搭配，因此我还挺期待它在这里的表现。那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原来是银叶菊，但银叶菊它的这个位置有点徒长，整体有点乱乱的，不够整齐。我其实更希望有一个整齐的视觉效果，因此我就改种了这一棵是非常鲜艳的紫色的鼠尾草。这棵鼠尾草我在另外一个花坛也有一棵，整体的效果很好，因此我就把它代替了，就这里种上了鼠尾草，它是一个紫色的，希望它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结构以及高度。这是我对中间这个位置的改造。然后在它旁边呢，这是我改造挺多的一个位置，这是我刚改好的一个搭配。原来这里呢还有另外一棵，这一个是白子莲，后面的月季呢又长得很大。那在我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我怎么样把它修剪，我就把大概1/3的冠幅都给修剪掉了，就空出来一片位置。这个翠玉呢，我一开始还是想种另外一棵月季，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想增加这个花境的多样性，就不要都只是种月季了。因此我现在改种了一棵花叶的天竺葵，就是后面这个是比较可爱的这个爆炸头，这是一个纸莎草，就是那个法老的那种文书用的纸莎草，就是这种材质做的。它就有点像是那个花葱的样子，竖线型，然后一个上面是一个圆圆的炸开的，是一个挺特别的效果。我现在正在测试它在这里的光照呀以及水分的需求，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在这里生长，因为我觉得它整体搭起来还挺有趣的。而在这种花圃的中间的位置呢，虽然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种了一些花葱，大花葱的花球，这里有3个已经冒芽了，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这种就是大花葱。那这里在盆栽的这些地区呢，其实是我种的一些花毛梗，然后都把它放在这里盆栽了。因为其实我去年试过在半阴区域它还行，但它最后的爪子收球以后，它的表现不是很好。那我想今年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比较好的阳光的地方，希望它能够在花期过后还是能够再度复花。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能够让我更有动力去创作。如果您有园艺上的问题和心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快的回复。那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